闻言，郑一帆本能的要跟着，别跟来。方瑶又是冷冷的一句话，郑一帆迈开的腿都顿住了。父子四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方瑶抱着凤晴下楼。很快，他们就听到了汽车离去的声音，知道是方瑶载着凤晴离开了凤家大宅。郑华让3个儿子下楼去，他则走到了书房门口，静默良久，才举起手敲着门：“滚，都别来烦我！”凤家主暴怒的声音从书房里传出来，他正坐在书桌内，手拿着手机，吩咐他的助理老杜：“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只要海玲死。”决定跟外甥女4个鱼死网破的。凤月心情恶劣得很，听到敲门声才会暴怒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谁在敲门。郑华的手缩了缩，很快又敲起了门。凤月，是我。郑华叫着老七的名字，夫妻几十载，他是很少叫他的名字的。凤家主挂了电话，将手机扔在书桌上，身子往后靠着椅背，深呼吸几口气后，他才缓和了一下脸色，应着：“进来吧。”郑华推门进来。刚才方瑶带走凤晴时，并没有锁上书房的门。凤月，你怎么阿晴了？郑华也不跟老七拐弯抹角，问着女儿的情况。他走过来，很是愤怒地质问着凤月：“那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也下得了手？凤若被你害死了，我还能理解凤若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心里其实怨恨着凤若一家子，不过是将凤若当成棋子来用，迷惑了大家，让大家以为阿晴没用，替阿晴遮掩，让阿晴悄悄地掌控了公司。每提一次凤若，郑华都心痛一次。他是真的疼爱凤若，2年前也不知道凤若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小心呵护，捧在手心，疼着长大的女儿死了，背后还有妻子的推波助澜。知道凤若死讯的那一刻，郑华是真的恨妻子。在他被逼着自宫时，他都没有那么恨，毕竟他做了错事，对不起妻子。凤若何其无辜呀，将他和阿晴调换的又不是他，他当年也是刚出生的宝宝，大人的阴谋，结果却要凤若来承担。凤晴是咱们亲生的女儿，你真正怀胎10月所生，你竟然也对她下手，你是不是恨不得将所有儿女都整死？郑华越说越生气，猛地一拍桌子。凤月倏地抬头瞪他，下一刻凤月就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眨眼间已经绕过了书桌，来到了郑华的身边，一拉一扯，就将郑华拉离了书桌前，紧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。郑华也有反抗，但他身体虚了，主要是自宫后住院一段时间，现在还没有完全养好身子。而凤月是会拳脚功夫的，哪怕平时不用他动手，他的底子放在那里。夫妻俩一顿打架，以郑华被打倒在地上，脸青鼻子肿，嘴角流血告终。揍完了郑华后，凤月坐在书桌上，粗喘着气，指着郑华骂道：“狗胆肥了是吧？敢冲我拍桌子？我活到现在还没有人敢冲我拍桌子的。阿晴怎么了？你在乎吗？你还有脸指责我？你对亲生女儿有几分的感情，有几分的真心？现在来问女儿怎么了？假惺惺，是怕你父子4人没有好日子过了吧？还好意思跟我提凤若？对，我就是恨凤若一家子。在知道凤若不是我亲生女儿时，我就恨极，就要报复回去。换了我的女儿，不好好带我女儿，虐待我女儿，他们的女儿却在我身边长大，享尽荣华富贵，我怎能不恨？正常一个母亲都会恨。最初她的确是舍不得与凤若的母女之情，也很努力地告诉自己，与凤若无关，她也是无辜的。时间长了，她就恨极，对凤若的母女情一点点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报复。但凡凤若在换女事发后夹着尾巴做人，小心翼翼的不针对着凤晴，
不再设想着接班，他可能都会留凤若一条命的。不过让凤月痛下杀手的，还是凤若和郑华的事。这件事他始终无法接受，面对不了，哪怕两个人是不小心吃了药造成的，他也接受不了，心里总有一根刺。郑华不管他爱不爱，都是她的丈夫，他可以保留着对某个人的感情。郑华不能和其他女人有染。凤月，你个老巫婆！我老巫婆？你以为你还年轻？你个死老头！郑华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，才从地上爬起来。他指着凤月骂道：“你早晚会众叛亲离的。”他这话像把刀似的扎入了凤月的心。他很快就要众叛亲离了，他谋划得来的一切很快就会回到长姐后代的手里。不甘心啊！滚滚滚！凤月接连吼了3声，让郑华滚出去，还有把你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，滚出去，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带上你的3个儿子滚出去，都滚出去。郑华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你以为我好想待在这里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走进了这栋没有温情、没有温暖的大宅。他是真的后悔，后悔上门，几10年来都过得憋屈得很。我走，我马上就走，以后你就是8抬大轿抬我都不会再踏进你凤家大宅半步。你就守着你的凤家大宅，守着你的凤氏族人，守着凤家的一切过吧。郑华说完，很有骨气地转身出去，拉开书房的门，看到3个儿子站在书房门口。郑华看了儿子们一眼，黑着脸就走。爸！郑一帆兄弟3个本能地往书房里看了几眼，就跟着父亲走。在楼下听到动静，他们赶紧上楼，看到此刻的父亲，猜测父母是又干架了。父亲又输给了母亲。走吧，都走吧，你妈要赶我们父子走了，让你妈守着她的凤家大宅，守着她的凤氏家族过，她不需要我们。兄弟3人不敢说话。凤家大宅里还会怎么闹？方瑶不管，他载着凤晴飞快地赶往医院。凤晴虚弱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方瑶，跟海玲说一声，最近小心点，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，能回管城去更好。”正开着车的方瑶冷不丁听到凤晴说话的声音，立即紧急刹车，意识到这个举动很危险，他又赶紧打着双闪，确定后方没有车子，他赶紧靠边停车。小姐！方瑶扭头看，凤晴想坐起来，但她觉得头还是很晕，天旋地转的起不来，只能继续躺在那里。也不知道母亲哪里弄来的药，是什么药，药效那么厉害。她就喝了一口温开水，喝下去后觉得那杯水不对劲，便没有再喝。就是这样，她当时都失去了意识，好一会儿才有点意识。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，她就一动不动地继续装昏，直到方瑶抱着她离开了凤家大宅。为了让她睡得舒服点，方瑶将她放躺在后排，3个位置给她躺着，要比靠在副驾驶座椅上舒服很多。哪怕她昏睡过去，方瑶也要让她睡得舒服一点，那样醒过来不会太难受。小姐，你没事。方瑶下车，随即拉开了车后座的车门，探身入内要扶起凤晴。凤晴抬了抬手阻止他，虚弱的道：“我头晕的厉害，不能坐起来，坐起来晕得更厉害。”说话时他都又闭上眼睛，秀眉紧蹙，是真的头晕的厉害。我妈给我下的药好厉害。方瑶摸了摸他的额，不会发烧。不过凤晴这么快就醒过来，方瑶悬着的心放下来。方瑶通知海玲，我妈打算跟她撕个你死我活，鱼死网破的。海玲是大姨后代中最适合当接班人的，所以她母亲想要海玲的命。方瑶本能地道：“小姐，严格来说，
海玲是你的劲敌，站在你的对面的。凤晴睁开眼，晕眩让她看方瑶有重影。她揉着太阳穴，想缓解一下晕眩感，嘴上却说道：一代人错了，不能代代都错，不是我的，我不想要。她抓住方瑶的手，闭着眼睛请求：方瑶，你还认我这个小姐，就听我的安排，马上联系海玲。我对家主一位其实不感兴趣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是给他最大的好处便是得到了方瑶。家主之位是他的，他就要；不是他的，他不想去争。况且他也没有脸面和海玲他们争。他妈是杀害海玲外公外婆一家子的凶手，他们之间有着深仇大恨的。几十年前发生的事，他没有办法阻止。那时候他都还不知道在哪里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，护着大姨的后代，算是代替母亲向大姨赎罪。凤晴不管这么做会让他失去当家主的机会，他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。从母亲身上他能看到，抢来的终究是抢来的，总会心里不安，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。母亲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过悔意的吧。害死了大姨和小姨，母亲就真的快乐，真的没有愧疚。母亲得到的有多少？凤晴还是喜欢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行事光明磊落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她都能抬头挺胸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方瑶，如果我不当家主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？会不会后悔来到我的身边？毕竟当家主的助理，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，没有人给赶家主的助理脸色看。方瑶轻捏一下他的翘鼻子，温声说道：头还晕着，不舒服，就好好睡会儿，什么都不要想。我们这些人从来到主人身边的那一刻起，就不能后悔，不会后悔，一生都忠于主人，永不变心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都会留在你身边，不后悔。方瑶说着，头颅低了低，很想靠近去亲他一口。不过在快亲到凤晴的时候，他顿住了。凤晴不是不懂他的情，但他还没有明着给他回应。方瑶就不敢造次，我听你的，现在就联系海玲。方瑶轻摸了一下凤晴的头，然后脱下了外套盖在凤晴的身上，温声说道：我联系海玲后就送你去医院。凤晴闭着眼睛应着，她不喜欢这种头晕犯力的感觉。去了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她吃下的是什么药。她希望在明天天亮之前自己能恢复如常。方瑶退出车内，回到自己的驾驶座上，然后打电话给海玲。海玲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：海小姐，家主准备对你痛下杀手，我们小姐让我通知你，这几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最好就是暂时离开江城，回管城去。接到方瑶的电话，海玲没有太多的意外，钟爷爷还活着，还跟大姨见了面，现在住在大姨家里。凤家主知道钟爷爷活着，心里发慌，铤而走险，想跟他来个同归于尽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海玲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大姨也叮嘱他要注意安全，严防死守，不要中了凤家主的毒招。你们家小姐怎么样了？海玲关心地问着凤晴的情况。方瑶老实地答道：家主给小姐下了药，小姐反应再快，还是中招了，昏迷了一段时间，现在醒了，不过头还晕得很，人很不舒服。我现在送她去医院。海小姐就这样了。方瑶很快结束了通话。海玲在方瑶挂电话后，马上打电话给战浩宇。玲姐。战浩宇还在乔家老宅，心情愉悦的他开口带笑：浩宇，凤家情况有变，凤家主给凤晴下药，放倒了凤晴，计划干掉我。凤家主知道凤晴和他私交不错，凤晴又不是那种心狠到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
若是让凤晴知道凤家主要对她下毒手，凤晴肯定会劝说阻拦，所以凤家主直接就将女儿放倒，免得碍手碍脚的。换个角度看，凤家主也是在保住凤晴的性命，坏事都是他这个老母亲干的，万一他输了，管城那边看在凤晴没有同流合污的份上，会放过凤晴的，那样凤晴就可以好好的活着。以凤晴的能力，又有方瑶在身边，脱离了凤氏一族，凤晴也能活得好好的，算是凤家主身为母亲为女儿谋划的一条活路了。闻言，战浩宇神情一肃，战浩宇起身走到屋外去，乔涵见状也跟着出去，默默地跟在他的身边，听着他低声和海玲说着什么。听到他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姐，我建议你现在就回管城去，虽说你身边有阿七他们保护着你，但凤家在江城经营了过百年，族人众多，凤家主真的要撕个鱼死网破，你是防不胜防的。江城是凤家的地盘，管城却是我们的地盘，你回去比留在江城更安全。公司里的事你赶紧安排一下，然后就回管城去。我通知大哥，让大哥安排私人飞机过来接你。”战浩宇和凤晴一样的想法，觉得海玲回管城更安全一点，毕竟江城是凤家的地盘，就算凤家现在不如巅峰时期了，但人家在江城经营了好代人，族人遍布江城每个角落。虽说也有不少族人对凤月心生不满的投靠了海玲，但是大部分人不清楚当年的事，还是听从凤月的差役。海玲身边有保镖跟随，都不安全。海玲她还敢光明正大干掉我不成？她若是光明正大，还能防一防，她不会光明正大的。战浩宇说道：“想想你的外婆，她曾经是凤家的家主，凤家可以说在她掌控之中的，结果如何？不要小看凤月，她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”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：“行，我听你的，现在就安排好工作，然后回管城去，不用私人飞机了，我自己去机场坐飞机回去，或者直接开车。”战浩宇说道：“不要开车出门，路上不知道有多少辆车等着撞你的，像上次那样，你压根儿就想不到会发生那样的事。等大哥安排。海玲姐，你现在最好就不要乱走，尽量不出门，出门的话跟阿七他们说，让他们的车子紧跟着你的车子，不要被其他车辆插队分开你们。我现在就联系大哥。”战浩宇不敢拖着，在叮嘱了海玲之后，他马上打电话给大哥。看到乔涵在身边，他都没有时间和乔涵说话。乔涵说道：“我给海玲姐安排几名保镖过去。”战浩宇在等大哥接听电话时，点了点头，同意乔涵的安排，多点保镖跟着海玲出门，那样安全一点。战印接了电话，战浩宇将情况跟战印说了，战印马上就让苏南安排下去。之后战印联系了商无痕，商无痕说道：“我亲自飞一趟江城，接海玲回来。海玲在江城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们一家人都会自责一辈子，也无颜面对海童，因为是他母亲安排海玲去江城的。战印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陆东明，他知道了会很着急，但他行动不便。陆东明若是知道海玲现在身陷险境，肯定坐不住，也要跟着去江城的，但他行动不便，跟着过去反而会拖累海玲。”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怕是瞒不住，我姐身边也有东明安排的保镖，海玲身边有6名保镖，战家和商家还有陆家都各安排了2名保镖给他的。商无痕，你劝他一劝，不要跟着过去了，我现在就出发去江城，你安抚好海童的情绪，他有孕在身。”战印恩着，两人很快结束了通话。商无痕马上动身飞江城，却说海玲联系了战浩宇后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坐了好一会儿，
他在想，他真的就要回管城吗？他不走的话，凤月真对他痛下杀手，那么就有凤月杀他的证据了，可以定凤月的罪。外婆一家被害的事是发生在几十年前，就算钟爷爷还活着能当个人证，事情过去的太久，未必能让凤月以命偿命，除非凤月近来又犯下杀人放火的死罪，那样才能让凤月以命偿命。他当个诱饵。这样想着，海玲当即打电话给战印。战印接电话后，他对战印说道：战印，姐想了想，我不回管城，就留在江城，等他动手了，我们才能抓到他犯罪的证据。我回管城那是逃命，躲得一时躲不了一世，我们也不可能放弃江城，除非不再追求外婆被害的真相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姐，战印严肃地叫了一声，你这样子，彤彤会很担心的。你表哥已经出发去江城了，跟彤彤说，姐不会有事的，我会小心再小心，让他放心的帮我照顾洋洋。要是能瞒着他最好，不要让他知道。洋洋放寒假了，让他姨甥俩去风尘山庄度假。洋洋的人还在管城，新早就飞到风尘山庄去了。龙婷比洋洋早放假，两小只天天都会视频聊天。龙婷每天都在问洋洋什么时候过去。战印比海玲更想瞒着海彤，可又怕海玲万一真出点什么事，海彤知道了会怨他瞒着。现在战印都没想好要不要告诉海彤。商太太等长辈也是建议先瞒着海彤，主要是海彤怀着身孕，他们都怕海彤知道后会担心紧张，对他和宝宝都不好。战印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我来江城是做什么的？来之前就知道会有危险，也经历了危险，要是就这样回去了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海玲决定了不回管城，就留在江城，看看凤家主怎么对付他。他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抓到凤家主犯罪的证据，才能将那个老太婆送进去。回管城是比留在江城安全很多，但是跟凤家主的明争暗斗就很难有个结果。战印知道多劝无益，他这个大姨姐性格比海彤稍微强势一点，特别是离婚后，他重拾生活信心，重新走进职场商界。海玲那种强势就一点点显现出来了。商太太说这是他们凤家长女的天性，姐既然决定了，我也不多劝了，姐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彤彤和洋洋还在家里等着姐回来过年的呢，我也让苏南安排一些人过去，不过姐还是尽量不要出门，我觉得他们会用的还是车祸，除非凤月真的不想活了，才会直接砍人或者枪击。海玲说道，我会小心的，你们不用太担心我。他天天忙得很，出入的地方最多便是公司和丰泽大酒店，公司可能比丰泽大酒店还要安全一点，酒店是要对外营业的，每天出出入入那么多人，来自五湖四海，杀手就容易隐藏。大姨给我发信息了，我先跟大姨聊聊。好，姐一定要小心点。知道，我会的。海玲很快就挂断电话，转而与商太太通电话。暂时还不知道江城那边情况有变的海彤，还留在悠悠山庄。几位老前辈喜欢悠悠山庄的环境，本来只是过去吃顿饭的，因为贪恋山庄的美，又在老太太的一再挽留下，大家便留在山庄住上几天。同辈人聚在一起，聊起过去的事，能聊上几天几夜呢？就是钟伯都不想走，觉得战老太太很会享受，打造了这样的一座山庄养老。战家的年轻人平时大多住在市区，他们要上班又经常出差，住在市区更方便一点，只有逢年过节了，他们才会回山庄。退休的在山庄住着养老，日子过得悠闲得很，这是退休养老生活的最高境界啊。由于前辈们喜欢洋洋这个小娃，幼儿园只需要上一天就放寒假了，海彤干脆就帮洋洋请一天假。
去幼儿园把洋洋的东西都拿了回来，提前1天放寒假，不用上幼儿园了。洋洋就像脱缰的野马，从早上起来吃过了早餐就不见了踪影，到晚上8、9点了，海童才能把他找回来。今晚也不例外，晚上9点了，海童才从二婶那边找到洋洋，把小家伙提了回来。小姨，我还没有玩够呢，让我再玩一会儿吗？被小姨拉着回来的洋洋，一路上还在说自己没玩够，要再玩一会儿。小姨都要休息了，你还玩？小姨可没空去接你回来。洋洋边走边说道，二奶奶会送我回来的。二奶奶年纪大了，天黑又冷，风大，不要老让二奶奶大晚上的送你过来。那我可以等到我姨丈回来了，让姨丈过去接我的。我真的还想玩吗？海童说道。不行，得回家洗澡休息，明天再玩。小姨，我现在都放寒假了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找龙婷玩？我很想去他家里，他家里更热闹，有小弟弟小妹妹，不像他家里只有他和妈妈。小姨家里也没有小朋友，只能和姨丈家里工人的孩子们玩。这也是洋洋在山庄玩的不亦乐乎的原因。几位老爷爷带着他玩出不少新花样不说，山脚下好多小伙伴们和他一起玩。海童答道，等几位老爷爷回家了，小姨再带你去找龙婷玩，要不你跟神医爷爷一起走，小姨就不去了。老神医过几天也是要回风尘山庄的。海童本来计划是带着洋洋和老神医搭个伴去风尘山庄的，若是老神医愿意，他倒是省事儿。挨年近晚的，他也很忙呀。洋洋想了想后拒绝了，我要小姨陪我去，小姨不想妍妍小妹妹吗？小姨不是总说要抱抱妍妍妹妹，以后生个小妹妹给我吗？海童，你都说了小姨肚子里只有小弟弟，生不了小妹妹啦。洋洋一下子哑了，好一会儿他仰头问海童，小姨，我妈妈会生小妹妹吗？他还小，不懂得爱情，但他知道妈妈很快就会和陆叔叔结婚。结婚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懂，只知道结了婚就是生活在一起，陆叔叔以后要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，要不就是他和妈妈搬到陆叔叔家里去住，结了婚就会有小宝宝。像小姨和姨丈就是结了婚，现在小姨肚里便有了小弟弟，洋洋就想着妈妈会不会生个小妹妹给他。这个不好说哦，可能会有，可能不会有。海童不敢说姐姐在嫁后一定会生2胎，这得看姐姐的想法。陆家当然希望姐姐生2胎，不论男女，生了2胎，陆东明都有个后。我想要妹妹，等妈妈和陆叔叔结婚了，我就叫妈妈生个妹妹。海童笑，你知道什么是结婚吗？洋洋答道，就是结婚呀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就是结婚。小姨，我长大后也要结婚。小屁孩一个就想那么远的事了。海童好笑地揉了揉外甥的头，想着以后在洋洋面前说话，真的要注意点，免得小家伙听了去。不过洋洋聪明，有眼睛看着呢，只能说现在的孩子太聪明吧。洋洋，你愿意妈妈和陆叔叔一起吗？愿意啊，他们不是在一起了吗？陆叔叔只要见到我妈，眼里就只有我妈，平时就说最喜欢我了，都是骗我的话，还当我3岁小孩容易骗呢。我会观察的，我能看见的。陆叔叔就像姨丈一样，姨丈怕小姨，陆叔叔就怕我妈妈。要是我做了错事，妈妈说要拿衣架打我，陆叔叔不是替我求情，而是帮妈妈拿衣架，还跟妈妈说别打太大力，累着妈妈。洋洋说着说着还嘟起了嘴，觉得陆叔叔对他不是真爱，说再多喜欢他的话都是假的，只要他跟妈妈唱反调，陆叔叔准是站在妈妈那一边的。海童捂嘴笑，洋洋抬头瞪着小姨，小姨，你这是幸灾乐祸的笑，小姨笑我。海童憋着笑，小姨不笑你，小姨不笑你哈。他弯下腰去想抱起洋洋，洋洋不用他抱，
姨丈说我长大了，不用抱，怕我会踢到小姨的肚子。洋洋小心地摸了海童的肚子一下，其实小家伙很小心的，不会踢到小姨的。别说小姨肚里有宝宝，就算没有，他也没有踢过小姨啊。小姨就是他第2个妈妈了，对他照顾有加。妈妈说的，他刚出生时，都是小姨没日没夜地照顾他。他最爱的人就是妈妈，第2爱的人就是小姨。洋洋就希望自己快点长大，可以保护妈妈和小姨。没事，你也没多宠，小姨会功夫的，力气大得很，抱你走上1个小时都可以。海童还是抱起了洋洋，才抱起洋洋，他手机就响了起来。海童只得放下了洋洋，说道：“小姨接电话，可能是你姨丈打来的。”他拿出手机看来电显示，还真是战印打来的。小姨，是我姨丈吗？是姨丈。洋洋就伸长了小手，小姨，给我接，给我接。海童笑着将手机递给了洋洋，洋洋接过手机，熟练地点了接听键。姨丈，他脆声叫喊。洋洋，你小姨呢？这么晚了，你洗澡了吗？战印知道洋洋在家里玩得疯，老是要海童去抓他回来洗澡。家里长辈都宠着小家伙，也就海童姐妹俩管得住，洋洋才没有被宠坏。还没有，我小姨说要带我回去洗澡，我都还没有玩够呢，说再玩一会儿。小姨都不让。姨丈，你什么时候放假？姨丈陪我玩，那样小姨就不会骂我了。战役说道：“你小姨不骂你，会骂姨丈的，死道友好过死贫道，还是留你小姨骂你吧。姨丈要是惹你小姨生气，要睡书房的，你不用担心被你小姨赶出去睡。洋洋，姨丈可以跟我睡的，你会尿床。”洋洋急了：“我不尿床，我早就不尿床了。”想到自己有时候睡前喝多了水，又没有上洗手间，还是会尿床，洋洋的气焰就被掐低了很多，小声说道：“偶尔才会尿1次床，小孩子不都这样？姨丈敢保证小时候没有尿过床吗？”战印笑道：“还会反驳姨丈了。小姨在你旁边吧，手机给小姨，姨丈有话要和小姨说。”洋洋哦了一声，将手机递还给海童。海童接过手机，还摸了摸洋洋的头。战印也就是在电话里让海童不用等他，他今晚要应酬到很晚才能回家，其实就是想利用早出晚归拖延时间，不想太快告诉老婆，免得海童担心姐姐在江城的安危。知道了，你别喝那么多酒。海童没有怀疑，关心地叮嘱了丈夫几句。我先带洋洋回去洗澡，小子玩疯了，白天都看不到人影，带着一班小伙伴满山庄疯跑，成了孩子王，还问我什么时候带他去风尘山庄。我想等老神医他们回去时，就带着洋洋跟他老人家一起过去，这样不用你送，耽误了你的时间。他说他自己带着洋洋飞过去，战印又不放心，不管他去哪里，总要他送着，他才能放心。还没有嫁给他之前，去哪里不是他自己去的，他独立得很。战印想了想后说道：“这2天我要是忙不完，你就和洋洋跟老神医一起过去，有他们陪同着，我也放心。银狐他们也会和老神医一起去风尘山庄，说看看君妃。君妃是老神医的孙辈，同样是他们的孙辈，没有办法，他们的徒弟还没有一个当爸或当妈的，他们只能把满腔的爷孙情倾注到龙庭和君妃身上。我明天将手里头的工作安排一下，老神医这2天就要回去了。那你带洋洋回去洗澡，外面冷，早点休息，不用等我回家。战印叮嘱了2句就挂断了电话。以往夫妻2通电话，他恨不得煲上几个小时的电话粥，现在有事瞒着海童，他怕说着说着说漏嘴了，就赶紧结束通话。海童没有怀疑，因为临近过年，大家都很忙。战印是战家的当家人，比谁都忙。他弟弟们都长大了，
能独当一面，不过长期留在管城的却不多，也就是老二和老七、老八了。老四和老五时不时就要到处飞的，老三和老六为了爱情都还没有回到管城。是了，这2天因为老前辈们的来访，都没有关心过老六的情况了，不知道老六和欧阳雅是否有进展。想想又觉得才几天时间，除非一见钟情，否则欧阳雅都还不会爱上战远。海童又不去吃瓜了，反正小叔子们追妻成功后，总会带着他的妯娌们回来见家长，他就能见见妯娌们了。战印在放下手机后静默了片刻，便起身走到了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他的办公室位于办公大厦的顶楼，站在窗前看外面，能俯瞰整个管城的繁华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战印头都不回，低沉地应了声进来。推门进来的是他的保镖，他不是在公司加班，是逗留在公司里。秘书早就下班，保镖团还在外面等着他。公司里也有不少职员加班的，他们知道战总还在公司里，倒也不觉得奇怪，主要是战印以往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。大少爷，陆总来了，他要见你。陆东明来了，想来是知道了吧，就说瞒不了陆东明的，他陆家也有保镖在海玲身边，让他进来吧。战印也不拦着陆东明，保镖恭敬的应声。等保镖出去后不久，时刻跟在陆东明身边的2名保镖推着陆东明进来了。战印转身离开窗前，走向陆东明，你们出去可以了。战印亲自推着陆东明往他的办公桌前走去。陆家保镖默默地退出了办公室，推陆东明到办公桌前坐好。战印问好友喝水还是喝酒，都不想喝。战印，海玲在江城那边会有危险，他说不回来，留在那里跟凤家主正面交锋，说不能一直避着，总要真正解决问题的。陆东明头痛的道，我劝计都劝不了他，你帮我劝劝吧，让他要为彤彤和洋洋考虑考虑。海玲未必会考虑他，但一定会考虑洋洋和海童的。战印还是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说道，先喝杯水吧，要不要吃宵夜？咱们去吃宵夜，慢慢聊。战印，陆东明低叫着，你咋一点都不心急？也是，那只是你的大姨姐，你不着急，我都急死了，恨不得连夜飞过去，但是海玲不让我过去，她说我过去了也帮不到她。说着，陆东明抡起拳头就捶打自己的2条腿，都怪我这2条腿没用，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复健还不能恢复如初，在海玲需要他帮助时，他却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到他的身边，哪怕他很想飞过去，却也明白现在的他非但帮不了海玲，还会拖累海玲，